卢拉斡旋危机心凉了，乌克兰主动帮中国代表说话，3条原则意味深长。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贤少。当今世界真有心斡旋乌克兰危机的国家并不多，中国、巴西和土耳其都算是比较积极的。然而，最近发生的事态表明，中国斡旋代表遭到了美国的污蔑，而卢拉可能要打退堂鼓了。巴西总统卢拉最近一改过去积极的态度，虽然表示愿意以中国和印度一起为结束俄乌冲突创造停战谈判的机会，但他拒绝访问俄罗斯。卢拉强调，感谢普京总统邀请我访俄，参加即将在圣彼得堡举行的国际经济论坛。然而，自己出于某种原因并不能成行。出于某种原因，可以说是意味深长。外界普遍认为，他在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主张遭到了普京的反对。以卢拉访问中国能获得大量合作订单不同，出访俄罗斯似乎只有在斡旋乌克兰危机上有所收获，这才符合巴西的利益。但是基于巴西对俄罗斯并没有强大的影响力，卢拉与普京沟通之后应该明白自己的分量，因此他不再对调停俄乌冲突抱过高的期待。卢拉的失望源于其结束乌克兰危机的主张无法得到俄乌双方的认可，具体包括这么几条。第一，他认为俄乌双方都要做出让步，包括在领土问题上的让步。但是俄乌双方在领土问题上明显就是个死结，泽连斯基要是敢答应出让领土，只能下台，而普京表面说的同意谈判，也是要以维持领土利益为前提的。俄乌执意厮杀，乃至拼上国运，即便大罗神仙在世也不管用。第二，由于西方舆论掌握着话语权，先停战再谈判的可能性也非常小。巴西并没有中国那么强大的实力，无法承受西方的压力。第三，卢拉也认识到自己对普京并没有影响力，与中国完全不同。在卢拉回归现实之际，美国《华尔街日报》对中国斡旋乌克兰危机同时发起了一场舆论战，声称中国代表促进解决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同时承认俄罗斯对乌克兰领土的占领。这个造谣手段非常恶劣，可以说与中国发表的12点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建议完全不相符。但是我们无法否认美国媒体对西方舆论的影响力，这件事还引发了乌克兰国内的轩然大波。好在乌克兰外交部长给4个理会访问的欧洲国家打完电话之后，专门替中国代表辟谣，证明中国代表从来就没有谈及让乌克兰以领土换和平的说法，甚至都没有提到冻结冲突的说法。乌克兰外长再次重申中国与乌克兰沟通的共识，相互尊重领土完整，乌克兰将不考虑任何涉及领土转让的提案，没有冻结的冲突。那么我们如何看待《华尔街日报》的造谣以及乌克兰外交部的辟谣呢？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乌克兰在解决危机问题上的原则。首先，俄罗斯军队不从乌克兰领土撤军，谈判就不可能展开。其次，任何斡旋都必须以尊重乌克兰领土主权完整为前提。中国当然也是这么说的。最后，停战停火是中国的追求，但是理会也没有在这个敏感问题上向西方国家施压，因为斡旋的第一步是了解各方的诉求。总体而言，斡旋乌克兰危机非常难，不但需要有强大的综合国力，对俄罗斯要有一定的影响力，还要面对西方的污蔑，也要把握好介入的时机，提出的具体建议也能让各方都接受。中国正在做一项其他国家不敢想、不敢做的工作，但是这又是必要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乌克兰和俄罗斯终有一天会发现战争手段可能无法解决问题，那么到时候双方就不得不考虑让步了。中国能做的就是给双方留一条后路，这也是中国身为负责任大国的具体体现。只要中国去斡旋了，就是符合中国国家以及俄乌双方利益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